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次的灵性探讨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无论是人、物、关系、事业、健康还是内心的信念，无不在经历变化和消失。这些变化看似不可避免，有时甚至让我们感到无力和焦虑。但在佛教中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，帮助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变化，那就是成、住、坏、空。这4个字不仅仅是哲学，更是一种对人生的关照，让我们在生活的起伏中找到新的启示和内心的平静。而今天，我们将重点放在如何在生命的循环中找到新生。希望这个影片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生活的起伏，并学会在无常中找到真正的力量。1. 成住坏空的基本概念。佛教中的成、住、坏、空概括了宇宙、生命和世间一切事物的变迁与轮回。这4个阶段彼此相连，相互影响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和物质运行过程。这是一种无常的智慧，生命的本质就是变迁和循环。概括来说，1. 成。成代表万物从无到有，从混沌中萌芽，逐渐形成的状态，就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，或生命初始的那一刻。这个阶段充满了生机和希望，一切都在不断扩展和成长。2. 住。住代表稳定和持续，事物在经过成长后，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，处于存在的时期。在这个阶段，生命或事物的运行较为稳定，进入一种平衡、持久的状态。例如，我们在成年期后身体达到相对稳定，或是价值观在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逐渐稳固。3. 坏。坏是衰退和老化的阶段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任何稳定的状态都会开始走向衰老、变异或分解。坏的阶段意味结构的松动、稳定的失去，无论是身体的衰老、心体的熄灭，还是关系的疏离，都是坏的体现。4. 空。空是消散和归于无的阶段，所有事物终究会在经过坏的阶段后，走向彻底的消失或解体。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一种潜藏着无限可能的状态。空是一种新的开始，将我们带回成的初始。佛教认为，这样的周期并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无数次的重复。这就是生命的无常。理解这4个阶段，不仅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本质，更让我们在面对变迁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。2. 宇宙、自然和身体中的成住坏空。这4个阶段不仅适用于个人的经历，还反映在更宏观的层面上，如宇宙的运行。在佛教宇宙观中，宇宙被分为3界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每个界别也遵循成住坏空的规律，从无到有，最终再归于空。在3界中，欲界是最低的层次，包括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。欲界中的众生受到五欲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的束缚，追求感官的满足，这些追求形成了欲界的基础。在这一层次中，成、住、坏、空的现象尤为明显，具体体现在物质的形成、稳定、衰变和消亡。欲界的形成起于众生的欲望与执着，物质世界的成从宇宙形成、大地生成开始，逐渐孕育出山川河流、生物，乃至人类社会。
在欲界的稳定阶段，大地、海洋、动植物生态系统进入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。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中逐渐建立起秩序和文化，形成稳固的生活体系。随时间推移，欲界的物质开始衰败，土地荒芜，环境污染，自然灾害加剧，人类社会也因战争、灾难、疾病等动荡不安。这是欲界的坏。最终，欲界的存在将归于空，即使再庞大的文明和物质也终究归于无形。这一层次的空提醒我们，不要过度执着于物质和欲望，因为这一切终将消逝。而色界是一个比欲界更高的存在层次，在此境界中，众生不再被五欲所牵绊，但仍具色身。色界的众生主要通过禅定来维持生命，因此物质较为微细、安稳。色界也有其成住坏空的循环。色界的形成源于众生的禅定修行，进而超越欲界的束缚，进入更高的心灵境界。在色界的住阶段，众生的禅定境界稳固，心灵高度宁静，无需依赖物质存在。色界的坏体现在禅定状态的衰退，或者色界的结构逐渐消散。随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更高的存在形态也难逃变化，无法长久。最终，色界也会回归虚无的空。色界的空并非彻底的消亡，而是结束了色身的存在，根据业力进一步投生至其他境界。在色界的成住坏空中，我们看到无论多么宁静的心灵状态，终究会随时间和因缘而消散。因此，色界的众生追求的是更深层的禅定，而非执着于任何一个状态。最后，无色界是佛教宇宙观中最高的存在层次，超越了欲界的感官需求和色界的形体束缚。无色界的众生已经完全摆脱了物质形体，以纯粹的心灵和意识存在，但这一层次的存在仍未能彻底超越成住坏空的规律。无色界的成阶段代表了心灵和意识的高度解脱，脱离色界和欲界的束缚，进入无形无相的境界。无色界的住阶段是一种纯净的心灵状态，无需形体和物质的负担，处于高度宁静和持久安定期。无色界的坏阶段则是纯粹心灵状态的逐步消散，即便是无形的意识体，也会随因缘改变而衰减。无色界的空体现在这世界的众生，在禅定的功德耗尽后，依然会回到轮回中。从佛教的宇宙层面来看，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的存在层次无不受成住坏空的影响。无论是物质世界的消长，还是意识层次的纯粹与空寂，最终都归于空无。彻底的解脱是在涅槃中，超越三界，放下对存在与非存在的执着，达到无生、无灭、无苦的究竟安乐状态。3. 日常生活中的成住坏空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个成住坏空的循环，从每个阶段的经历中，都有一份独特的启示。例如，自然中的成住坏空，四季的更迭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无常，春天的萌芽，夏季的繁盛，秋天的成熟与衰退，直至冬季的沉寂。这些周期性变化正是大自然的成住坏空。身体中的成住坏空，身体的成长和衰老也是成住坏空的体现。从出生到成长，再到衰老，直至生命的终结，我们的身体也在经历无常。人际关系中的成住坏空，人际关系从初始到稳定，再到疏离或结束，
同样反映这一循环。学会接受这些无常，让我们更懂得珍惜每一段关系中的美好。4. 面对成住坏空。那么，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成住坏空的周期，在无常中找到新生的力量呢？成的阶段，谦虚与开放，享受当下的美好。在成这个阶段，我们拥有无限的成长潜力，充满了希望，但要保持谦虚，因为任何事物的诞生都意味未来的变迁。我们可以尝试保持开放的心态，积极面对成长中的挑战，准备好接受变化。就好比人生初期的活力，青春期的朝气与旺盛的生命力。在这一阶段，我们可以用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和体验这个世界，并建立健康的身体和心灵基础。然而，佛教提醒我们，成也是短暂的，任何事物的萌芽、诞生都已包含未来的变迁。我们可以修习正念，专注于当下，观察自己的情绪和需求，不急于追求名利和外在成就，而是用心感受每一刻的成长，让生命有品质的成。不执着于自我，明白成长中的成就和形象只是阶段性的过程，避免对自己的身份、成功过于执着。这样一来，当我们面临下一阶段的衰退时，会更容易放下。住的阶段，珍惜与感恩，持续充实内在。住代表了稳定和持续，这是生命进入成熟期的阶段，往往是我们的身体、事业和家庭生活相对稳定的时期。然而，这个阶段也容易让人产生自满，对现有的一切过于依赖。保持感恩心能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平稳期充实内在力量，以面对将来的变迁。我们可以定期内省，每一段稳定都应该是一个充实内在的机会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日记、正念练习等方法，让自己保持清晰的内心，并不断自我成长。珍惜人际与健康。住的阶段正是人际关系和健康的重要阶段，我们可以学会珍惜亲友间的关系，并重视健康，积极运动和养生，为即将来临的衰退期建立身心上的基础。保持感恩心，意识到稳定的状态是无常的，能够提醒我们珍惜拥有的一切，并对他人和世界充满感激。坏的阶段，接受无常与放下，平静面对生老病死。坏是衰退的开始，也意味我们在面临挑战时有机会重整自我。坏的阶段常常让人感到痛苦，因为它伴随衰退、失落和挑战。佛教中的天人五衰描述了连天界的众生在生命结束前都会经历的5个衰相，如花冠枯萎、腋下出汗、身体异味、厌气本坐、目光暗淡等。这些衰相提醒我们，无论如何美好强大的存在，最终都无法逃避衰退。人生中的老化，乃至疾病和死亡，都是我们坏阶段的表现。我们应当接受无常。当面对疾病、老化等现象时，我们可以通过佛教的智慧来平静地接受这些改变。当身体出现退化现象，可以提醒自己，这只是身体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，而非自我的全部。放下执着。许多人在老去时难以释怀过去的荣耀或美貌，这种执着会增加心理压力。可以通过禅修来练习放下执着，从中感受到释放和自在。寻找新的意义。坏的阶段也是我们自我转变的契机。当我们的生活模式或身体状况发生改变时，
可以尝试寻找新的爱好，培养新的兴趣，让内在有持续的生命力。这一过程能让我们体验到心灵的更新和丰富，而不再害怕衰退。空的阶段，在结束中找到新生，超越执着。空并不是终结，而是为新生预留的空间。每一段失去都是一个新开始，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开始。可以通过深度冥想或内省，挖掘真正的内在需求，放下对过去的执着，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。我们要有面对死亡的智慧。佛教主张无论生死都应该平等对待。对于病危或临终的情况，可以通过持咒、冥想等修行方式来减少对生命的执着，带着安详和平静迎接生命的结束。在关系中学会放手，不仅在死亡中，空的智慧也适用于关系的结束。学会在分离时放手，不执着于过去，这样能够保持心灵的自在，并更开放地迎接新的情感和人际关系。内心的重生，空是自我蜕变的契机，适合进行深刻的内省，例如透过冥想或静坐，来觉察内心的真正需求，找出我们在这一阶段的人生目标，并以新的心态重新开始。这种内在的重生，让我们在外在的消失中找到内在的力量。承住坏空启示我们，无常是生命的自然节奏，每一段经历，每一次变化，都隐藏成长与新生的契机。当我们学会顺应这份智慧，就能在每个生命周期中找到意义，从无常中获得平静与力量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帮助你在变化中拥抱内在的平和，勇敢迎接生命中的各种挑战。感谢你的陪伴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对你有启发，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对承住坏空的看法或感受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灵性的智慧，携手寻找生活中的力量与安定。